您知道吗？人体的生理机能就像精准的乐队，每个器官都按住昼夜节律的节拍演奏。当节律失衡时，不只是晚上辗转难眠，白天头昏脑胀，连专注力、记忆力都会跟住打折扣。反过来说，要是能顺应这个节律，在对的时间吃饭、睡觉、运动，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比如什么时候吃东西不容易发胖，运动选在清晨还是傍晚更有效，甚至连吃药的时间都藏着生物钟的大学问。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解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听世界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书是《绝佳时间》，副标题是如何利用生物钟活得更健康。或许您曾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即使没有闹钟，每天也会在固定时间自然醒来。当飞越时区时，身体却像卡住的时钟，得花好几天调整时差。这些现象背后都有个默默运转的生物钟在操控，它不只是负责让我们定时睁眼的闹钟，更是掌管全身生理机能的隐形指挥家。本书作者罗素·福斯特 Russell Foster 是牛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，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，现任牛津大学睡眠宇宙夜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。他钻研生物钟领域超过40年，眼看现代人被 3C 产品、夜班工作搞得时钟乱跳，于是写下这本兼具科学深度与实用价值的书。书里没有艰涩的学术术语，反而像一位博学的朋友，用家常话告诉我们身体的奥秘，还有怎么样顺着时钟过生活。生物钟从哪里来？原来和宇宙有关，说起生物钟的起源，得从我们脚下的地球讲起。地球每23小时56分4秒自转一圈，365.26天绕太阳公转一周，加上月球29.53天的圆缺周期，造就了昼夜、四季、潮汐的变化。为了适应这些规律，绝大多数生物都演化出内建时钟，小至植物的叶片开合，大至动物的迁徙冬眠，甚至是人类的睡眠觉醒，都受这些时钟调控。生物学家早在18世纪就发现，含羞草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，夜晚闭合，周期大约22到23小时，这就是昼夜节律的最早观察。到了20世纪，科学家更确认人类体温、激素分泌等指标也会以约24小时为周期波动，而且这个时钟是内建的，就算把人关在没有光线的暗房里，节律还是会持续运转。那么这个内建时钟到底藏在身体哪里？20世纪50年代，科学家透过动物实验发现，哺乳动物的主生物钟位于大脑室交叉上核 SCN 这个区域，只有米粒大小，却聚集了约5万个神经元。每个神经元里都有时钟基因，就像微型发条，驱使蛋白质按24小时周期合成与分解，再透过神经信号和激素，指挥全身器官同步时钟。有趣的是，不只是大脑、肝脏、肌肉、脂肪细胞里都有副生物钟。就像乐队里的各种乐器，虽然各自有节奏，却得听从主指挥的调度，才能奏出和谐的旋律。眼睛是调教时钟的钥匙，光线的神奇作用既然生物钟是内建的，为什么我们每天还能跟太阳一起起床、一起睡觉？关键就在光线。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用来看东西，更是生物钟的校准器。过去大家以为视网膜上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负责捕捉光线，没想到作者福斯特教授提出大胆假设，还有第3种感光细胞。这个想法一开始被当成笑话，研究经费申请屡屡被打回，他甚至自嘲想靠买彩券筹钱做实验。直到后来，科学家在鱼类体内发现新型感光分子，进而在人类视网膜找到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。这些细胞不负责看东西，专门用来侦测光线强度和颜色，尤其是对蓝光特别敏感。黎明和黄昏时，天空充满蓝光，这些细胞就像收到信号的邮差，赶紧把天亮了天黑了的讯息传给大脑，让生物钟调整节奏。这个发现对盲人特别有意义。很多失明者虽然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坏了，但光敏神经节细胞还好住，医生会建议他们多晒太阳，透过光线调节时钟，改善睡眠问题。可见光线不只是照明工具，更是调节生理节律的天然药物。从摇篮到摇椅，一生的生物钟变化。生物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年龄悄悄调整节奏。还在妈妈肚子里时，宝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，出生后约3个月才慢慢建立昼夜节律。这时候爸妈可以帮宝宝养成规律，白天多带到窗边晒晒自然光，晚上关灯营造安静环境，帮助小时钟对时。当然，新手爸妈常因宝宝夜醒而睡眠不足，书中贴心提醒，别硬撑，尽量抽空补觉，节律紊乱只是暂时的。到了青春期，荷尔蒙开始捣乱时钟，女生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可能让睡眠时间往后延，男生的睾酮则会让他们更晚睡。但学校早课时间不变，很多青少年每天只睡6、7小时，导致上课分心、情绪暴躁，甚至容易忧郁。有些国家的学校已经试着推迟上课时间，让学生多睡一会儿，效果相当不错。成年后，社会责任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加班照顾家庭让睡眠成为被牺牲的选项。
加上压力大，晚上滑手机，越来越多人有想睡却睡不住的困扰。而随着年纪渐长，长辈们常说年纪大了睡不住，其实是因为大脑里的主生物中细胞连接变松了，讯号传递变慢，加上褪黑素分泌时间不对，才会早早躺上床，辗转到天亮。现代人常说熬夜赶工、夜猫子模式，以为只是暂时疲劳，其实长期节律紊乱会严重伤害大脑。举个例子，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，调查发现和工作人员连续夜班、累积睡眠不足有关，疲劳让他们错过关键警示。还有开车时的微睡眠，短短几秒钟的意识空白可能酿成车祸惨剧。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记忆力。学生熬夜温书，以为临时抱佛脚有用，其实大脑在睡眠时才会整理记忆，缺觉会让新学的知识存档失败。更有趣的是，实验发现缺觉的人更容易记住负面情绪，比如吵架的内容、失败的尴尬，却想不起开心的事，难怪熬夜后心情特别低落。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俗话说睡一觉再说，其实很科学。睡觉时，大脑会把白天的资讯重新组合，常能灵光一闪找到答案。相反地，缺觉时连简单的数学题都算错，更别说处理复杂工作了。如何检查时钟有没有乱？如果怀疑自己节律紊乱，不必硬背83种睡眠障碍名称，只要观察这些症状：早上爬不起来，白天时常打瞌睡，情绪暴躁，一周好几天睡不住，打呼打到吵醒自己或家人，醒来头痛喉咙前。记下这些现象，找医生讨论就能厘清问题。当然，很多人担心医生只会开安眠药，其实透过生活调整一样能改善时钟乱序。顺时钟生活的24小时指南早晨，让光线唤醒身体，早上起床后尽量到阳台或户外晒10到30分钟太阳。晨光中的蓝光会告诉大脑该起床了，帮助生物钟往前调，晚上更容易早睡。如果是早睡早醒的长辈，想延后睡觉时间，可以试着傍晚去公园散步，让夕阳光线把时钟往后拨。上午运动与小睡的学问，想运动的话，下午4点到6点是黄金时间，这时候肌肉力量和代谢率最高，运动效果最好。如果喜欢晨练，记得先热身，而且避免太剧烈，以免影响晚上睡眠。至于午觉，20分钟打个盹能提振精神，但别睡超过1小时，更别在下午5点后睡，否则晚上会精神来了，怎么样都睡不住。睡前2小时关掉蓝光，开启放松模式，手机、电视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，让大脑以为还没天黑，所以睡前1小时最好关掉荧幕。很多人习惯睡前洗澡，但浴室通常灯光最亮，不妨提前洗或换成暖黄色灯泡。此外，睡前别聊烦心的事，比如工作压力、钱的问题，反而可以和家人分享今天遇到的好事，或是听听轻音乐，泡个温水脚，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。卧室打造无光睡眠舱，睡觉时房间要尽量暗，窗户用遮光帘挡住路灯，手机设成静音并远离床头。如果对声音敏感，可开个小风扇制造白噪音。床垫和枕头选自己觉得舒服的，别为了省钱凑合，毕竟一生有1/3时间在床上度过。吃对时间，代谢事半功倍，您知道吗？同样一碗饭，晚上吃比早上吃更容易胖，因为人体的胰岛素分泌和葡萄糖代谢有昼夜节律，早上对糖的处理能力最强，晚上最弱。所以老祖宗说早餐要吃好，晚餐要吃少，真的有道理。建议把丰盛的餐点放在上午和中午，晚上吃简单清淡的，比如沙拉、汤品，不但肠胃负担小，也不容易堆积脂肪。至于节食减肥，书中提醒，这招行不通，因为肚子饿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胃饥饿素，让人更想吃东西，同时降低代谢率，就算瘦了也容易复胖。真正有效的方法是规律吃3餐，搭配运动，让生物钟和代谢系统好好配合。药物也有最佳服用时间，很多药物的效果和生物钟有关，比如高血压药，清晨时血压会自然升高，加上血小板容易凝结，是中风和心脏病的高风险时段。如果睡前吃降血压药，经过一夜吸收，药效会在清晨达到高峰，刚好对抗血压飙升，比早上吃更有效。又如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，早上关节最僵硬疼痛，医生会建议晚上吃消炎药，让药效在夜间慢慢发挥，早上起来会舒服很多。甚至连癌症治疗都和时钟有关。研究发现，夜班工作者患乳腺癌、大肠癌的风险较高，因为昼夜颠倒会加速肿瘤生长。现在科学家正研究如何根据癌细胞和健康细胞的节律差异，调整化疗时间，让药物更有效，副作用更小。回到自然节律，现代人的觉醒。在这个随时都能点亮黑夜的时代，我们很容易忘记身体是太阳的孩子。罗素·福斯特写这本书，不是要我们当严格遵守时刻表的机器人，而是提醒顺应生物钟其实是一种与身体和解的智慧。每个人因为基因、生活习惯不同，最佳时辰可能不一样。有人是晨型人，太阳一出就精神抖擞；有人是夜行人，晚上更能专注工作。
关键不在强迫自己和别人一样，而是观察身体的节奏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。下次当您清晨被鸟鸣唤醒，或是傍晚看见夕阳时，不妨静静感受体内那座时钟的轻轻摆动。它不是束缚，而是亿万年演化送给人类的礼物。只要学会倾听，就能透过它找到健康、专注、充满能量的生活节奏。愿我们都能在绝佳时间里活得踏实又自在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对您有启发，记得点个赞哟。我们下期的听世界不见不散。